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一直处在世界先进水准。不过，就在最近，中国半导体企业紫光国际对外证实，日本一代芯片大佬范本幸雄正式加入紫光，并表示会帮助紫光国际在5年内完成量产 DRAM 内存，而这些都是为了向美韩复仇。到底怎么回事呢？据环球网消息，日本半导体巨头尔必达的原社长范本幸雄已经被确认加入中国企业紫光国际，出任高级副总裁兼日本分公司 CEO 一职。据了解，早在去年，紫光国际方面就不断接触范本幸雄，邀请其加入紫光国际，协助其研发芯片。不过此事一直悬而未决，官方也没有更多消息，拖到最近才得以确认。据范本幸雄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加入中国紫光完全是出于国家时政问题，不想作为一个失败者结束人生，想自己做个了结。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了结指的却是复仇，而复仇的对象就是美韩。据了解，在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存储芯片产业曾经十分辉煌，甚至英特尔公司也只能避其锋芒，舍弃了其营收超80%的存储业务，主动转型去做 CPU。 当然，按照华盛顿方面的德性，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加上当时美国自己也处于经济危机中，于是乎白宫的打压如期而至了。首先是美国通过扶持韩国的芯片产业，迫使日本的技术优势不再突出，同时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通过让日元升值，让日本的对外贸易在价格上不占优势。一系列的打压之后，直接导致了日本当时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危机。芯片产业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索尼、东芝等大型公司深受重伤，其他公司更是毫无反抗能力，其中也就有范本幸雄所在的尔必达。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韩国以三星为首的企业也突然加入战局，利用反季节投资，彻底将日本原本的市场吞噬殆尽，彻底将一些日本企业逼上绝路。值得一提的是，尔必达是日本唯一一家生产电脑等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企业，在 DRAM 领域市场份额世界第3。不过在经济危机中未能幸免，在2012年破产，同年尔必达被美国美光科技收购。从这一点看，美国公司的动作还是很精准的。当然，站在一个客观角度看，韩国三星等企业的崛起也并非纯粹的投机取巧。三星从1974年开始研发存储芯片，至1987年才因国际存储芯片市场价格上涨盈利，亏损长达13年，直至1992年，三星才在技术上追平日本企业。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一方面在内地进行整合，将具有一定积累的企业和人才都汇聚在一起，尝试进行产业聚集特性，培养自己的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也在国际上充分吸纳精英。范本幸雄在 DRAM 领域所具有的30余年从业经验，正是中国存储芯片行业所欠缺的。从目前局势看，虽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甚至一些来自大陆的留学生也进行严格的措施，完全将自身技术封锁在书本上。不过，如今有华为异军突起，有分析认为，依托国内市场，中国存储芯片企业完全有潜力，也有资格在全球市场与其他存储芯片巨头分庭抗礼。